老方，你跟叶简直接说。来，这不是有什么说什么。来，别，接电话，给我接。我赶快接。我这，你不把我给出卖了吗？这不讲话。喂，方清明，我让你回去想想怎么做人，这就是你想的结果吗？啊，你还是个人吗？是个人吗你啊？你迷信的作者还需要分析吗？是谁让你揭发周秀丽的？是谁呀？方清明，你听好了啊，监狱的大门已经向你敞开了。啊？方清明，门在那儿，给我滚！哎，秀丽啊，怎么这样讲话的？要尊重人家的人格嘛。你问问他，他有人格吗？给我滚！周主任，咱不说，我不说了，我什么也不说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今天这个事儿啊，10年以后您就分出谁是谁了。哼，屁话！1000年之后，小人还是小人。给我滚！你看这事闹的，怎么碰上这么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小人？这可不能把他一枪给毙了。这么说，永强同志最初的谨慎还是对的。我当时还批评他耍滑头呢。不，这事儿不怪紫荆，不怪检察院，怪我太感情用事了。老班长，这事儿怎么能怪您呢？这么重要的举报，不查行吗？你呀，不要多想，长工同志不会误会的。不管怎么说，你们毕竟是上届班子的老搭档嘛。长工同志想怎么误解，我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我现在担心的是叶紫荆，紫荆已经感觉到了，暴风雨就要来了。紫荆同志很敏感吗？能不敏感吗？你想，如果把放火结论推翻的话，头头脑脑们能高兴得起来？你什么意思？不论是失火还是放火，都要实事求是嘛。啊！子清，你就别想了，该来的总要来，只能正视了，啊！你看看周秀丽啊，她故意让方清明跟我通话，也可以理解嘛。不管怎么说，你总是查了人家，而且查错了。喂，好，是秀丽啊。郭秀啊，你让紫荆接电话。好，周秀丽找你。喂，紫荆啊，你别解释了，我找你啊是为另外一些事情。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城建、工商、税务还有文化市场管理4个部门的一把手啊，联名写了一封信，告你和检察院，说你们不顾事实、不顾大局，捕风捉影、乱立案、乱抓人，搞得常山市的干部们人人自危啊。公安对你们意见最大，说你们这样他们无法办案啊。秀丽啊，你什么时候知道的？是谁告诉你的？哦，就是前2天的事儿。工商局的顾局长到我们城管来联名，我想了想，还是没有参加。我想这封信现在已经到了省委市委了。紫荆啊，这可不是一封匿名信啊。紫荆同志的预感是正确的，现在方方面面的反应很强烈。哦，对了，昨天我收到文化、工商、税务几个部门头头脑脑合起来写了一封信，言辞很激烈，
说，有叶子京这样的检察长，常山就别想有安定团结的局面了。好，都跟叶子京较上劲了啊！那你跟市委什么态度啊？来送信的是工商的老顾，我对他没客气，我把他批评了。对，这种时候一定要站稳脚跟。老班长啊，戴罪之身，脚底下有点软呐。不怕，只要坚持原则，脚跟就会硬。哈，主动向你通风报信儿，这么说，这周兄弟还挺够意思的。这更显得我不够意思了，因为我没有向他通风报信。不是我说你啊，有些事不能那么认真的。不认真，不认真，513大火就会定为放火，扎铁柱就会是死刑。再见。再见。唐书记，刚才王省长来电话找您。什么内容？王省长说明天要到常山来开个会，是关于513的。是一般的汇报，还是有什么别的？电话记录上没说。好，谢谢。没关系，再见。对公安部门的涉案人员，我有2点要求：一是要慎重，要重证据，无法查明的疑点疑罪从无；第二，要注意政策。公安部门毕竟是在一线办案，在侦查大火案中，公安部门是立了大功的。哦，叶姐，钟楼分局的那3个涉案人员是不是先拘留？先等等吧。江局意见很大，如果对立起来，不利办案。叶姐啊，市委通知要你马上去开会。好，我马上就去。我们要加强办案的纪律，不该说的话不要乱说。那个小刘就该批评。再见。再见。好。王省长，你看这个会是不是让陈汉杰同志也参加一下？不必了，让老陈忙他的吧。省人大不是来了一个团吗？王省长，陈主任对火灾的处理很关心。唐朝阳同志，你是不是还嫌不够乱啊？你知不知道你们常山的工商税务几个部门的一把手跑到我面前来告状了？是不是真的要搞得人人自危啊？这个情况我知道，所以，我今天来就是要表个态，要提醒一下叶子京跟检察院。王省长，这什么？朝阳同志，我也要提醒你一下，你身为市委书记不能太软弱，党对司法工作是个领导问题，这个领导必须加强，不能让叶子京胡来。哟，王省长，您来这么早啊？哦，小林市长，你来的正好，今天的会议精神我给你通通气。叶姐啊，你得有点心理准备啊！听说长工同志一下车就挂着脸。我心里有数，该汇报的都要汇报，面对省市领导把问题当面说清楚，也是件好事嘛。啊，我走了。好吧。朝阳同志啊，你可以有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但是513事故处理领导小组的组长是我，这个招呼你必须听，不能再让叶子京产生错误的认识。王省长，您别误会，我们并没有坚持任何定性结论。就是啊，王省长，检察院的失火定性，唐书记跟市委一直没有表态啊。那就好嘛。其实啊，我不说你们也清楚，这么大的事故，中央跟省委是一定要处理干部的。怎么处理啊？处理谁啊？什么性质啊？这里面有讲究有学问。朝阳同志，你不能一脑子浆糊，自己把自己往政治的脚架上送了。王省长，
我和唐书记呢说过这话，我看定放火比较有利啊。小林师长，又说错了吧？火灾的性质是你随便定的吗？啊？那是公安局定的。可是王省长，毕竟检察院的同志还有另外一方面的意见吧？这种意见不要再提了，我也不想听。老方，我是刘茂才啊，怎么样，在家歇够了吧？嗨，请你过来一下好不好？我和周主任要有事儿和你谈一谈。哎，茂才呀，你们还能想着我？哈，你这是怎么说话？怎么说你也是城管委的正科级干部，说到家也得给你碗粥喝啊！就这样，快过来啊！哎，周主任，坐。毛才，打狗棍准备好了？准备好了，纪检委的2个干部马上就到。周主任，要不要发表一篇打狗记啊？别胡闹！哎，毛才，对方清明还是要讲政策啊。哦，哎，刘科长啊，一会儿审方清明的时候，你一定要在场。好。永强，开会吧。好。好了，子京同志到了，我们就开始了啊。首先，请长工同志代表省委、省政府做重要的指示。还有一点啊，请同志们注意，今天这个会呢比较特殊，请同志们不准记录，不准录音，啊，王省长。同志们，513放火案发生到今天，整整是35天了，啊，那么在这35天里，省委、省政府还有市委、市政府承担了空前未有的压力。我们想一想，156条人命丧生火海，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遭受到了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其情况之严重，为我省我市自建国以来所仅见。啊，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同志为此，做出了重要批示。很多媒体都在那里报道盯着我们。死难者的家属也强烈要求我们要严惩放火罪犯。省里收到的群众来信就有几十封，可我们呢？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能让党中央、国务院放心吗？能让广大人民群众满意吗？啊？事情一出，我说过2句话，一个呢是要正确对待，第二呢就是守土有责。那么今天我请同志们都扪心自问一下，你们这块阵地守住了吗？你们尽到一个指挥员的责任了吗？我看没有。尤其是我们某些关键的执法部门，
工作态度和工作效率实在是让人很难满意，啊，很难满意。子敬同志，没人让你罚站，你站那干什么？找地方坐下。王省长，我应该坐在哪里呢？王秘书长，怎么回事啊？哦，疏忽了，疏忽了。不用了，我可以站着听。看这小子怎么说。主任，他来了。主任。方清明同志啊，请坐下。坐那儿去。坐这儿。这种架势啊，要审犯人似的啊！那小方清明啊，你算说对了，你随时都有可能变成犯人。刘茂才，别瞎说，那位有别啊！我怎么可能成为犯人呢？刘科长，给他让他自己看。哎，放火案不好好的去办，啊，捕风捉影的事情倒干得很起劲儿。为了一封匿名信，查了近30天，结果呢？莫须有，严重的干扰和影响了放火案的审理和起诉。哎，这就不得不让我奇怪了，我们这位同志是不是真的那么重视反腐倡廉？这里有没有什么个人目的啊？我看帮帮派派的因素在起作用吧。哼，起码是不正常。今天我对这件事情提出批评，不是我要庇护哪个腐败分子，是在讲一种大局，讲一个原则，讲同志们的党性跟人格，是吧？人格，匿名信，应该说是我们政治生活中，非常普遍的现象。凡是遇到领导班子的调整，或是对一个干部的提拔调离，或是突发事情的发生，这匿名信总是少不了。我举一个例永强同志刚到常山市当市长的时候，省委常委们就收到过辱骂、污蔑永强同志的匿名信。当时我在省委的常委会上明确表了个态，如果怕这怕那，不敢承担责任，对自己的同志不负责，让1、2封匿名信，影响到我们对一个市长的任用，那我们中共资江省委太软弱无能了吧？那我看我们回家抱孩子去就算了吧。同志们，今天王省长说的真是太好了。这个匿名信的问题，确实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连我们叶检察长的背后，也有很多匿名信在告呢。子敬同志，上次那些匿名信，我请你带回去看看，可你呢，偏是不看。其实看看是有好处的，能时刻保持自己头脑清醒。是我们这方面的教训是太深刻了。过去有种说法叫做不管你有没有8分钱邮票，叫你原地踏步走。当然了，现在不是8分，而是5毛了。
匿名性的成本涨了，可有些人还是乐此不疲。那怎么办呢？我们的组织就要有数，就要有态度，不能对我们自己的同志不负责任。方清明啊，这都是你搞接待时悄悄给自己涨工资的真实记录吧？啊，没什么误差吧？方清明啊，这个同志们都还没富起来，你狗日的倒先富起来了。刘茂才，别骂人啊！骂你是轻的，你这种腐败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你。老方啊，你本事挺大，你当办公室副主任才1年多的时间吧？你竟然能从2个宾馆弄出13000多元接待费去啊？酒啊烟啊小的还不算，你知不知道这13000多块钱就不是个违纪问题了？你这位同志啊，去检察院自首吧，争取宽大处理。你看你是自己去呢，还是让刘主任陪你去？周主任，我错了，我这回错大发了，周主任，我坦白，我交代我，周主任。松开你的手！你给我坐下。方清明啊，都这时候了，你还敢？子京同志，你这个是怎么回事？不是说了吗？不让记的，你怎么还记啊？啊，记在脑子里就行了嘛。哎不，让他记吧。子京同志不一样，这个同志不为上啊。王省长，你批评的可都是我叶子京，还有常山市人民检察院，你们的重要指示。林市长，我恐怕不急不行啊，我还得回去贯彻落实呢。继续。子京同志，不要感情用事嘛。唐书记，我建议你也记一下，因为你是常山市省委书记，你也有一个贯彻落实省委指示精神的问题，对不对？唐书记。王省长，您继续指示吧。好吧。那么我现在呢，谈一谈保护干部的问题。省里边对在座的同志们有一个保护的问题。那么在座的同志们对下面的干部也有个保护的问题。不要在这个时候上推下卸，更不能在这个时候不顾大局、不听招呼，四处出击，有意无意的给省委市委添乱。我在省委常委会上说了，省里面的责任由我来承担，我向中央检讨，请求处分。可是市里头，那就是你们在座各位的事儿，但是不要喊冤叫屈，是不是？你们想一想，在大火中惨死的156个人，想一想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再想一想你没有尽到的那一份责任。你的心里就一定会平衡。朝阳、永强，你们说是不是？
王省长，作为市委书记，领导责任应该由我来负。王省长，我是市长，是我的工作没做好，我请求给予处分。大家听到了，啊？非常好，这个态度，你该堵的枪眼就要堵嘛。改革开放时代的领导干部，身家性命都可以押上去，难道还怕背个处分吗？不过，也要实事求是，是吧？毕竟是放火，防不胜防啊。前几天，我向省委提出了个建议，就是说该保的还是要保。啊，党纪政纪的处分当然是免不了了，但是我们争取市级干部一个不撤。同志们，我为什么今天要在这里跟大家交这个底呢？就是希望大家能放下包袱，把这个精神振作起来。王省长，你怎么还说是放火？哎，子敬同志啊，你怎么问起我来了？哎，这案子的材料是你们报上来的，哎，你们跟公安局材料报上来，不都说是放火吗？王省长，放火的材料是1个月以前报上去的，当时因为特事特办，为了赶时间，很多的疑点还没有查实，现在案情呢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已经给市委报了新的材料，也许领导们还没有看到。那么，我希望今天借这个机会，当着领导同志们，我再汇报一下，可以吗？我的话好像还没说完。方清明同志，你是个党员，是个干部，是个老同志了。按说，对反腐倡廉的严重性，应该有个清醒的认识。反腐倡廉问题，那是我们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啊！省市领导大会小会反复的讲，语重心长啊！你怎么就一句话都没听进去呢？你怎么就能把黑手一次次的向党和人民口袋里伸呢？记得多年以前，陈毅同志说过：“莫伸手，莫伸手，伸手必被捉。”怎么样？又在你身上再一次的验证了，令人痛心啊！你是个国家干部，人民和党信任你，培养你这么多年，就这么堕落成了一个腐败分子，你对得起老书记陈汉杰吗？13000元，这要是送到检察院，肯定立案。我对职务犯罪的立案标准太清楚了，5000元立案，啊，当然了，也判不了你狗日的几年。不过铁饭碗是咋了？啊，现在的问题是看我们周主任保不保你。如果周主任不保你，你就得进去。这进去以后呢，反正绿帽子戴上了，啊，到时候我也可以发文件了。周主任，我错了，我对不起周主任，更对不起老书记。老书记、周主任这么培养我、教育我，把我放到机关办公室的位置上，可我竟放松了思想改造，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哎，方清明啊，你这可不是犯错误，您是犯罪，是性质严重的职务犯罪。你也并不是放松了思想改造犯了错误，你从根本上就是一个卑鄙小人，心里边阴暗龌龊，总觉得全世界的人都对不起你。方清明啊，你看看你干的这些事儿啊，自己都堕落成这样，严重的腐败分子，还四处的谩骂攻击我们的周主任，啊，在报上
毁坏我们城管干部的形象。啊，什么狐臭啊，斑秃，哎，方清明，你小子怎么就想得出来呀你？啊？安定团结呢是大局，啊，是压倒一切的大局。同志们都知道，最近常山市不安定的因素比较多，死难者的家属的情绪呢比较激烈，啊，要求严惩凶手的呼声是越来越高，所以我们对放火犯罪分子不能进行严惩，那这个不安定的隐患就不会消除。所以我希望大家啊和省委、市委保持一致，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啊要讲党性，听招呼，啊。子敬同志啊，今天呢，我当着在座同志们的面，对你提出了一些批评，本意还是为你好，啊，绝没有私心和恶意，希望你不要误会。那么另外呢，我跟朝阳同志说了，我们省委、市委，啊，不会以权代法，一定会给你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办案环境，但是这并不等于放手不管，党的领导还是要坚持，重大的原则问题，党委还是要把关的嘛。你这个检察长不但是党员，还是院党组书记，要讲党性啊。王省长，你说的很对，但是我想谈一下关于火灾的定性问题。子敬同志啊，哎，你这个性子怎么这么急啊？你以前可不是这个样子，啊？你就不能等我把话讲完吗？对不起，请坐。我和朝阳同志，还有在座的市领导们，不能以权代法。你叶子京呢，也不能以刑代法。啊，在这一点上，朝阳同志提醒过你，我记得我也提醒过你。可是你呢？你在办案过程中，有没有受到感情因素的影响啊？啊？不能说一点都没有吧？叶子京同志啊，这个放火案，你们检察院依法去办，但是一定要从重从快，不能再拖了。那个放火的扎铁柱，绝不能代表广大的工人同志。工人同志们的困难是一回事，依法办案是另一回事。你这个检察长的头脑必须要清楚啊！方清明啊，你就是贱，谁对你好，你就咬谁呀。想当初我对你多好，手把手的教你为领导服务，可你呢？啊，一贴上领导以后，就在背后搞我的小动作，啊！你就是欠揍，哎，可我也不会打击你、报复你，啊，还要认真的、实实在在的挽救你、教育你。是。好了，我就先说这么多吧。永强，你来谈一谈死亡家属的善后处理工作吧。哎。实话实说啊，最近告状的人有不少。好的，啊，王省长，死者家属的善后处理，总的来说情况还好。不过，部分的死难者家属呢，主要是目前啊，正处于这个丧失亲人之后的极度悲伤之中。田书记，怎么回事？怎么不让我说话呀？叶检，你怎么还不明白？今天开的是打招呼会，谁还听你的案情汇报啊？放火已经定了性了，你们检察院必须听招呼，按放火起诉。那就这么将错就错，知法犯法，我们的材料就白送了？没白送啊，王省长和林市长都看了，你们检察院改口失火，公安局坚持放火。领导既然看了你们的材料，当然也要看公安局的材料啊。我想领导肯定会慎重考虑、分析判断，同意公安局的看法，这不是很正常吗？
这不正常的。这失火定性的材料事先和公安局通过气的，5成义最清楚了。5局一直在第一线和我们办案的呀。叶检，这个你别和我较。据我所知，目前常山市的公安局局长还不是5成义，是江正流。江正流是513大案的第一责任人，他可从来没有同意过你们有关失火的定性啊。因为这，他还拉着唐书记和林市长跑了趟省城，向王省长做了专题汇报。这么说，江局长和领导们已经就放火达成共识了。周主任，您是领导，应该对我讲政策，您是知道的。茂才同志一直对我有意见，他不会按照党的政策教育挽救我，他只会一棍子把我给打死。我要求刘茂才回避。哎呀，这茂才回避了，谁来管你的案子啊？哦，宣传科刘科长，他也是纪检组成员。要不让刘科长来？可是他的脾气你也知道，他搞文的却爱武。这样，纪检组还有一个成员，就是监察大队的白政委。对，白政委好像跟你关系不错吧？让白政委来。白政委对我也有意见。哦，那老方这样吧，你看谁对你没有成见，让谁来好吧？周主任，我诚恳的希望您直接管我的案子，行吗？哎，方清明，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周主任能忙得过来吗？啊，周主任，我看要不这样吧，咱也别挽救他、教育他，咱直接把他呢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直接送检察院。我看这样，检察院和他都不会有成见。茂才主任，我相信你，相信周主任，我不让你回避了，真的，我还相信老书记陈汉杰，你们一定再给我一次机会。老书记陈汉杰同志说了，不准你以后再扯着他的大旗做虎皮了，而且对你这种恶劣的腐败分子，要求按照党纪国法严肃处理，只准从严，不许从宽。这么说，并不存在以权压法的问题，不过是2个办案部门的意见争执。领导们实在是太高明了，也太有领导艺术了。所以嘛，叶检就不要争了，还是听招呼吧。我不能听这种招呼，要听的是法律和事实的招呼。我绝不能拿那些无辜者的血来染我的红顶子。如果我听了这些招呼，别说什么党性了，连起码的良心都谈不上，法律就会受到亵渎。如果我要是这样做的话，我这个代表国家执法的检察长就成了国家和人民的罪人。部分的死者家属上访，也与这个放火案没有得到及时的起诉审理有关，和我们制定的善后处理政策关系并不是太大。所以呢，王省长今天来促一促呢，是件大好事，是压力，也是动力。关于这个放火案，我个人的意见，对不起，林市长，我一定要汇报。叶姐，你先坐下，我没说让你汇报。叶姐，你干什么嘛？该汇报的，你在材料上不是早汇报过了吗？我们现在要听领导的指示，按省市领导的指示要求，把审查起诉工作做好。林市长，我想请领导们说法改一改。你想说什么？在513大火正式进行司法鉴定之前，先不要说放火好不好？这一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我们检察院送给市委领导的报告里面说得很清楚啊，案情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叶子京，请你摆正自己的位置，在座的省市领导还用不着你来提醒。林市长，这涉及到一个大案的定性的准确性，涉及到一个再就业的矿工的生命，
所以我今天必须认真慎重地向领导们汇报。情况已经清楚了，公安机关认为是故意放火，我们检察院认为不是放火，我们坚持是失火。今天郑流同志也在场，正好当着各位省市领导同志们的面，把问题摆在桌面上，谈得清楚。刚才王省长讲得很好，党有党纪，国有国法，所以无论什么人，王省长也好，林市长也好，我这个检察长也好，你这个公安局的局长也好，我们都应该实事求是，要遵守党纪国法。